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傲剑狂刀》，使用最终 BOSS 千幻狂魔。先演示招式吧。开场为什么挨打呢？因为最终 BOSS 这个角色开场之后，他有一个挑衅的动作，这个动作进入战斗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个2秒左右，所以说非常容易开场挨打。后边也是有破解技巧的。招式方面，下前 A 是往前面吐火，然后下后 A 呢是向天上吐火，还有下后脚是旋风腿。刚刚使用了一个大招，把一针收了。这招是可以连在一些必杀技后面。好 ，BOSS 最常用的就是在天上向下扔火球，还有呢是天上往下旋风腿。这2招当年没少被他折磨。BOSS 毕竟是 BOSS， 他的普通攻击包括投技伤害都非常的高，一个投技大概是一半的血，一格的一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招缩地技。第一局呢演示了一下招式，招式还没演示完，第2局看看有没有机会用吧。第2局打鬼冢克，还有一个金轮童子。每个角色的故事线都是单独的。当年可能有的小伙伴看全了，但是有的呢没有看全。剧情方面设定在元末明初，里边有一些角色可以看见一些武侠小说角色的设定。这个旋风腿实在是太烂了，他的一个超杀大概可以收1格半的血，攻击力非常的高。第2局换场地了，因为对面呢也换角色了。这个吐火如果操作得当的话，对面还是一个体型比较大的角色，能从头吃到尾。2个 B 可以连个重脚，鬼冢克又出来了。哦，他用了一个乱舞技，但是实际上最终 BOSS 如果你手操的话，你是不怕乱舞技的，能防住。前提呢，你要用一下炸气，他不出炸气动作，但是呢可以防住对面的技能。好，我用了一个乱舞，但是他没有多少血了，所以说吃了2-3下就倒地了。乱舞技也可以连在旋风腿的后面。第3关，这个货叫上官羽，上官羽在剧情上算是个反派了。他的起手比较快，所以说开场我总会挨打。我还在那儿挑衅呢。这个算是最终 BOSS 的一个弱点，后面有弥补的方法，但是那个弥补的方法它本身也存在弱点。但就恨自己进入战场的时间比别人晚2秒了。一个超杀收走了。这个超杀也有弱点，敌方如果在空中非常高的情况下是打不到的。开场又给了我一套，那起身我抓了他一下，看这一个抓，半格多血。旋风腿之后连了2个 B 1个重脚，又连了一个，哦，他炸气了，炸气了，不炸气我就连大招了。这下防住了。如果你单独使用这个超杀的话 ，AI 在地面是先一个闪避的，有几率完全把你的超杀闪过去。这是第3组、第4组，独孤残
跟大家说句实话，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只会用一个角色，而且只会用独孤残的一个套路。我相信当年玩这款游戏的大部分玩家都是这样的，只会一个正反升龙，一个旋风双剑，然后把敌人捡起来，后面的连续技都是他的变种。他被压制的用了一个大招，起身抓他，这应该就是没血了。这个抓太狠了，这只是一个普通头啊。看我做挑衅动作呢，独孤残也知道使用一个远程的攻击打我，但是他这个远程正好呢打不到。独孤残就是吃这招太吃了，我使用呢他就想飞到空中去，正好被打到。你看这个吐火，他可以在空中一直在这儿喷啊，喷起来没完。带走了独孤残呢，没等落地就中了大。我当年凭借独孤残也能通关，就这一个套路，大部分的角色都吃，但打起来实在是太单调了，只有一招。好，这里是诸葛熊。这个游戏叫《傲剑狂刀》，狂刀应该指的就是诸葛熊。他的一条胳膊应该是被伏击，所以被砍断了，只能单手持刀。上来这个货叫，我记得叫秦虎，力量型角色，而且有一些钢体效果。你看这个游戏的系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它虽然是出在了97、98年左右，但是呢有组队系统、超杀、各种连续技，包括可以在空中的连段，敌人在地面倒地之后还可以连段，再加上乱舞技，所以说它的系统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如果说哪儿不好呢，就是这个游戏我感觉帧数实在是太低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由于帧数低，导致一些招式的判定上我就抓不准，你具体什么时候出下一招进行连段。这也是当年我更倾向于玩拳皇啊、街霸这样的游戏，甚至噬魂啊、运化剑士。所以说这款游戏玩的真的是太少了，再加上我只会一个角色。刚刚的秦虎，我的一个乱舞技呢，他也没有吃全。看一下这个阴阳判官。开场肯定跑过来给我一顿连，因为我这个角色呢还在摆出挑衅的姿势。下一组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也是有解决方案的，但这个方案我觉得不是很好。这就是主人公龙吟风了。他的大招如果在角落里或者离你特别近用出来，你都吃到了，伤害真的是超高。他换人之后，第二局肯定是换场地的。我有超杀，好，等他出招的空隙我再用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攒一个气了。应该有机会了，因为挨打了。这游戏变成回合制了。我等他出超杀，好，然后我出一个，完美的破掉他的超杀。傲剑和狂刀都出场过了，女主出场了，司徒灵。但是咱们要首先对付神算子，挑衅的这个动作可以用必杀技来取消。来吧，我等他把女主放出来，我不能再喷他了，希望他给个机会。啊，出来了！女主呢怕吐火，就地面的横着吐火，而且是重拳的这个，轻拳的吐得近，远了烧不到。
女主司徒灵的人设，我感觉借鉴了《倚天屠龙记》的赵敏。她呢对主人公有好感，而且她是汝阳王的郡主，蒙古人。大家想一下这个人设，使用的鞭子，那又让人想起了黑化之后的周芷若。白蟒鞭，哎呀，这个角色7秒钟就打倒了，我还想玩会儿腿呢，可惜啊！这是普陀使者，之前这2个人其实出场过了，只不过是独孤团排在前面。这个货呢，使用最终 BOSS 来打，你的追求就是把它放倒就可以了。他刚刚变成篮球这招，如果在角落里击中你，然后你又防御了，那很容易陷入无限防御，就是他落地之后会对你进行无限的追打，你就防吧，类似于死机。所以这个角色呢，咱们就打的随意一点，但只注意一点，就不要被他那招打中，多使用无赖技对他进行压制，只要打赢了就成了，不追求打得多漂亮。我防一下，好，防住了。他最后出了个大招，这一点比较恶心，就是让你的乱舞技不成立。抓他，下来赶紧抓。这个抓真的伤害超级高。好，打完他了，这样呢，咱们就没有了死机的威胁。游戏的 bug 还是有一些。好，开始 BOSS 战的部分了。BOSS 战应该是3场，先要打一个西域双怪，然后是最终 BOSS 千幻狂魔，最终 BOSS 还要觉醒一次。这个角色有一个吐毒，如果你站在地面被这个毒击中了，再吐的话还能中。这让我想起了噬魂系列的不知火，还有花风院，他们2个是有类似技能，就是治晕技，但是呢，治晕技中间需要用重刀进行电刀。不过西域双怪的这个吐毒不用电刀，一直吐到死。毕竟是 BOSS 了，不能给他太多机会。哇，这个普通投技半根血没了，真的是太狠了。他往前冲了，所以说肯定会中这招的。只剩下最后半根血了，炸气了，怒了。我试着让他再抓我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再抓他。这样回合制的话，咱们一定会赢的，因为咱们的投技伤血实在是太多了，几乎是对面的2倍。好了，开始打最终 BOSS。最终 BOSS 开场呢，不是非常的狠，但是也要注意压制他。他在觉醒之后，那就是什么招式最赖，你就用什么招式就可以了。和最终 BOSS 呢，不要讲什么道理、平衡性，没有。看他这个颜色像是中毒了。好，喷他。你喷他的话呢，他就向上扔火球，但是向上扔的火球数量比咱们少。他也总想跳起来，但是被压制住了。Perfect。好，吐火接了一个乱舞技，但是我能防住啊。
了，到我的回合了是吧？所以说这款游戏这2个货一打呢，就变成了飞行射击游戏，看谁占领制高点，看谁射得多。好，打完，这样他还要变身一下。也不算变身，它主要是 AI 的战斗方式提高了，难度感觉上升了，场地也换了一下。啊，开场他就想抢制空权，一定不能给他呀，这给他了就没了。这2个货一旦谁压住了谁，基本上。我的气满了，但是我现在最好别用，留到下一局。这样有一个优势啊，毕竟对面呢2个气槽都满。蓝条对咱们威胁不是很大，因为可以防住嘛。开场就吐火。我也是观察了最终 BOSS 的动作，才想到了原来那个动作可以用必杀技来取消。把他压住了。好，来一记大招收了，这样呢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傲剑狂刀使用最终 BOSS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小的时候一直想用，没有机会。那现在呢，有了模拟器，终于实现了梦想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